Hello，朋友们，因为明天是情人节嘛，所以今天就是先回来，先不睡觉，然后先给大家直个播，陪大家过一会儿节日。是不是有点晚了？很多人是不是已经休息了？他们是不是起来了以后发现我昨天直播了，会很恨我？没有预告是因为其实就是大家都下班了，然后都是放假了，所以就没有预告。我寻思应该没有预告，大家放假应该也不会睡那么早。然后寻思就是今天想给大家直个播，昨天还没有这个想法，所以没有预告。是啊，因为我想着发微博还不如直个播，然后亲自跟大家说。明天继续搞卫生，我也真的很想搞卫生，我真的很喜欢搞卫生。过年在北京，因为我家人都在北京，然后如果我妈要出去玩的话，我可能会陪她，但是还没有这个计划。耳钉就是说实话还行吧，不是特别重，因为它不是那种非常重的材料。喝口水。啊，今天的妆容有录妆教的。今天就是播一会儿，然后就要下播了。想一个情人节的朋友圈文案。你要发什么内容呢？年夜饭不一定，因为如果我要去姥姥家的话，那我们应该可能是每个人会做一道这个样子。因为每次去姥姥家的话，可能一般就是不会一个人做完一整桌，一般都是大家轮流着做。发 P 的和我的合照，那你就说，我想想啊，合照是 P 的，但想你是真的。怎么样？还不错吧？这种我还是比较会的。哪里土？不土，你不觉得它很押韵吗？我一个写歌词的人，我的朋友圈文案讲得很不错呢。
还行。其实嘉善不是很冷吧，就是它如果要没有风的话，它就不冷。好物分享还没有录，是因为我平时出差带的东西不是特别的全。你看我一般就是看一下，一般这个是我的口红包，这是我的口红包。我这不是我所有的口红，我所有的口红感觉得是这10倍的样子吧。但是你看我都会就是这样，就会很方便也安利给大家，就是我会在口红上面贴上它的色号，这样会看得很清楚，就是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颜色，这样挑的时候就会比较节省时间。因为我有太多的口红了，所以就容易分不清楚。翻包视频，其实我的包没有什么可翻的，我的包里就是采耳的死皮剪、薄荷糖、充电宝、鼻子纸、创口贴、感冒药、润喉糖、嗓子药，还有什么鸡胸肉干，还有什么好像就没了，好像就没什么了。口罩就没啥了。看看耳钉，这个是耳环，这个头发是假的，我现在自己的头发到这儿差不多，但我头发永远都长不长，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感觉可能只往多了长，不往长了长。情人节快乐呀，朋友们！情人节快乐呀！给你们比心吧，脸颊比心，头顶蝴蝶结比心，这样比心，这样比心，这样比心。但是这个我真的觉得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土。还有什么比心的方法？还有什么比心的方法？反手比，这样比。呆妖怪，不是，这很像猴哥。蝴蝶结我刚比过了。鼻孔怎么比心啊？这有点难啊，这怎么比啊？靠近看看妆容，现在的妆容就是那种烟粉玫瑰妆，然后涂的这个口红也是，就是稍微紫色系一点的，但是现在在这个镜头里，这个镜头偏粉，但是我这个本人的话，就是整个人会紫一点。头发比心，头发比心啊！哎呀，这有点难整啊，这怎么整？这样，这比的也不太对呀。舌头比心 ，Are you serious？ 这怎么比啊？你来给我拍一张，我看看你咋比的。打耳洞肯定是痛的，这边建议亲亲还是不要打了呢，因为现在有那种可以贴的，还有可以耳夹的，那都行啊。年度爱用的化妆品，我只能回家录。就是回家它化妆品比较齐全，但现在的话我的化妆品不是很齐全。
角质鼻型会不会有点不太好啊？今天的睫毛和巡演不是同一个睫毛。今天的睫毛是两副穿插在一起贴的。巡演的睫毛是棕色系的。老比你觉得情侣之间会做的小动作。啥小动作？脑细胞给我干烧了。例如呢？有没有推荐的香水啊？我觉得好像目前为止没有香水，就是有让我特别想推荐的，因为我这个人对香水不是特别的感兴趣。我觉得除非得闻到一款我觉得特别好闻的那种，很戳我的这个香号，我可能才会推荐吧。哪个薄荷糖好吃？我吃薄荷糖不是好吃的，我不吃薄荷糖，我一般都选凉的，就是清新口气嘛，或者是那种香口的那种丸爆珠的那种，就是一小粒，然后放在嘴里。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喝咖啡啊啥之类的，或者吃辣的啊啥的，就会吃一粒。你想学素颜妆啊？素颜妆其实特别的简单，我现在就能口述给你。就是你抹一个校色的隔离，就是它可以矫正你的这个脸的颜色。就比如说紫色系或者蓝色系的，我中一下黄气，然后拿局部的遮瑕去遮一下你的这个瑕疵，然后画两下眉毛，画个口红，画个腮红，你就可以出门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戒指有推荐吗？戒指好像也没有，我的戒指应该大部分都是品牌送的，我很少有自己买戒指过，比较少。是这边隐形眼镜我就不推荐了哈，因为就是大家要看到，就是大家要看自己的舒适度，因为这个比较容易那个什么，就是千人千面，所以就菱形脸怎么修容？那顾名思义的话，如果你想让你的脸，比如说变成什么形状呢？鹅蛋脸吗？还是方圆脸？像我这种类型是方圆脸，就是这边棱角会比较明显，这叫方圆脸。如果这边棱角就是这样的，没有棱角，那就是鹅蛋脸。其实菱形脸最重要要修的就是这儿，就是要把这里的提亮稍微做足一点。然后如果你颧骨高的话，就是这里要稍微压下去一点，这里要修容打一下，然后再用一些怎么说呢，可以过渡颜色的这种腮红，就是它可以就不是那种膨胀色很浅的，它是那种
稍微古铜粉吧，可以这么叫，就是它是稍微有一点深度的腮红，它就不是粉的，也不是紫的，它可能更偏向于棕色跟橙色的这个之间，然后去修一下。我叠涂了口红，我叠涂了3个颜色。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类型的脸型，那你把照片发我，我看看，在我的小书里评论一下。不知道呀，我觉得可能要看舞台和妆容才会考虑隐形眼镜的佩戴吧。我一般都会戴自然款的，就像今天这种自然款的。我刚才薄荷糖说了，我说我没有推荐的，因为我吃薄荷糖不是好吃，我就是为了它凉，能清清口气。你们不要再让我推荐东西了，你这样让我感觉就是你知道吗？我这个直播像是在。可以 wink 吗？好的。一般年夜饭都会吃什么？首先肯定得有鱼，肯定得有虾，然后还有什么呀？我感觉每年好像都不太一样，就看大家的心情，因为我们家会做饭的人还挺多的，所以看大家的心情，大家想做什么就吃什么。最近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吗？啊，有啊，我吃就在那边，但是我不能拿出来给你们看。我吃到了一个小零食，它是那种特别辣的鸡翅，但是对于我来说就是不辣，但是对于你们来说肯定是特别辣的。它是那种就是零食类的，有翅中，然后有翅尖儿，我不能告诉你们叫什么，但是它真的挺好吃的。我们这个评论区里面，就是大家可以多问我问题，但是不要在评论区里许愿，因为这样子的话我就回答不了别人的问题。你在评论区里许愿的话，我看到了就会达成你的这个要求，因为我看到我就会记到脑子里，但是你不要一直刷，你这样一直刷的话，我就回答不了别人的问题了，好吗，朋友们？晚上吃了啥？我晚上吃了酒店的餐。厦门的特色吃到过什么？就是那个炸芋头，它有点像拔丝芋头，就那种。那是厦门的特色吗？我还没有拔智齿，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所以我在纠结，你知道吗？我在纠结今年过年要不要拔。那个消肿面罩它其实就是有2个原理，一就是它那面罩里面有凝胶，然后可以帮你稍微消一下浮肿，然后2就是它勒着耳朵，因为之前不是有那种勒耳大法，然后可以消肿嘛，所以它勒着那个耳朵，它其实就可以帮你消肿，这是2个原理，但是它只能消浮肿，就比如说你第2天是因为就是
前一天吃的很咸，吃的很油，所以你刚起来会有一些浮肿。它不能就是消那种生理性的浮肿，就比如说女孩子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特别肿，那个是消不了的。酿豆腐没有吃过，巡演有几场咱就不要刷屏了，你刷了我也不会告诉你，你说有没有道理呢，这位朋友？我从我这个嘴里是透不出来一点的。灯牌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啊？我还找呢。我能看到，就是有的朋友就是在那个栏杆那里，在栏杆那里拿一个小绿棒子，真的很好笑。上次深圳有好吃的吗？有的，好像每一次去广东那边都会吃那种烧鸡什么的，就是那一片吧。生发的绝招，你该不会是在问我生发的绝招是？哎，你知道吗？我前2天我梦见我秃了，就是那个叫什么？剃头了，我就这一块我头发全没了。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呀？我这搞什么潮流？这块头发都没了。然后我就记得我在那儿抹生发液，你知道吗？我突然就是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我做了这个梦，你不说我都想不起来。我总是每天做一些特别奇怪的梦，我都不知道为啥。这有什么就是讲究吗？是因为我白天想事情，还是怎么样？我为什么老做奇怪的梦啊？哎呦！昨天晚上睡了，我想想啊，我昨天晚上其实很早就躺下了，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快的入睡，是因为这个酒店的枕头就有点不舒服，因为我睡觉其实枕头对我来说特别重要，我一定要枕那种就是脖子有支撑力的。开始了，又开始了，我这该死的鼻炎。所以其实我这个枕头就是只要一不是特别舒服，然后我就不能很快的入睡，你躺了半天才睡着。但我是属于那种就算我睡不着我也不会看手机的人。而且我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感觉我的手机就是像一个你知道吗，永远丢失的物件，就不知道它就是随时可能就是没了。脸太干了就敷面膜什么的，然后做皮肤管理。神厨小福颜类型系列的应该暂时不会更新，因为我家煤气坏了，做不了饭。但是我又不能去我姥姥家录，我没有午睡的习惯，我从不午睡。
如果我就是特别累的话，我可能就是随时都会睡着，就是不分午睡和晚上正常睡觉，但一般没有这种情况，非常少。哎，这该死的鼻炎。我不知道，我这个鼻炎就是怎么说，季节性过敏性，就是所有的鼻炎感觉都占上了。对啊，我换了一个杯子，之前那个杯子是小钟意送的，然后换了一个这个，更喜欢这个颜色，所以就换了一个。我知道那个挑战，你们不要再刷了，你们不要再刷了。我在你们的某音也会看到，然后在某书也会看到，然后现在我都来微博了，你还在刷，你们还在刷这个挑战，我到底怎么着才能逃过呀？红发不会返场，你是不是不看我之前的直播啊？我都说了我不会染头发啦，我怎么染啊？我染了头发，我怎么上电视啊？真是急死我了！真是要气死了！说的话永远都不听，然后我说那么多遍。画眼线显老怎么办？我不知道你什么眼型哎。应援棒不知道还会不会上，因为说实话，我那是为了新朋友准备的，但是你们全都给买啦。那新朋友可能没有应援棒，他们不知道该说啥。我现在目前为止不太打算上了，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就是不会。就是有特别多人买，因为大家都已经就是我们老人都买了，都买过了，所以我寻思给新朋友上一点，然后让大家在演唱会的时候也能举着咱们的那个小应援棒拍照。但是你都给人家买了以后，新朋友就没有的卖了。然后如果我再上的话，你们又买了，然后新朋友又没有，感觉这是一个循环，你知道吗？是一个死循环。演唱会鼻炎，它就确实可能会有一点影响唱歌，说实话，但是就是打喷嚏就要忍住啊。过年放烟花，北京放不了烟花。其实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小时候经常会放烟花的人，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就是北京过年会放很多的烟花，在小的时候。所以会有那种特别绚烂的烟花，我真的觉得非常漂亮。但是就是长大了以后就不放了嘛，为了环境，所以大家也都别放了，撑死放点那种滴滴星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一看网上的视频怎么样？烟花虽美，
但是它易燃易爆炸，对不对？它容易引起火灾，除非你去那种没有树的地方，就是完全空旷那种，就放放滴滴芯就行了，我觉得。就是不主动放，但是可以看别人放。我是敏感的人吗？你觉得我看起来像吗？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定义，说实话，就是我能察觉到别人的情绪，我可能有那种情绪探测器，就是我能察觉到这个人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开心，还是他是装的。他会不会就是突然会感觉他有一点对不对？他有点敏感，他肯定不舒服了。哎，这个人说的话会不会让他有点难受？就是我有这方面的一个技能，但是我这个本身这个人不敏感，并且迟钝，可以说，就是我该怎么讲呢？就比如说别人给你了一个苹果，完了之后，我会觉得这个人，哇，真好，他给了我一个苹果，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但是就是其他人会想，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苹果？这个苹果，它会不会有毒？就是这种，再往深了想，我就想不了了。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是算敏感还是不敏感，不懂。过年吃什么馅儿的？茴香馅儿。茴香馅儿吧。好像我们家几乎都是茴香馅儿。下睫毛怎么贴不塌啊？你指的是塌是怎么塌呀？下睫毛怎么会塌呢？它不应该是贴着眼皮吗？它只会这样吧？它只会往下翻吧？我吃到糖葫芦，我吃了，我当天晚上就吃了。我是一个想要就要得到的人，立马吃，看到了就得买，不能让这种想要过夜，那肯定不行。肿眼皮贴不好，双眼皮、肿眼皮的话，你不只能靠你的这个双眼皮贴去贴，你还得靠假睫毛去撑，你得买硬梗的假睫毛。你知道啥叫硬梗的吗？就不是那种透明梗的，也不是那种线梗的，得是硬梗的，就是它应该是黑的，然后它的梗比较粗。你要先贴上这个假睫毛以后，你再贴双眼皮贴，它可能就会好撑一点，因为这个梗可以帮忙支撑你的眼皮，你可以试一试。然后双眼皮贴尽量选择支撑力比较好的，就是它比较硬，材质比较硬一点的。怎么练马甲线？我觉得你在网上查一下可能会比较好，因为我没有办法就是以口头的形式描述给你最准确的姿势和角度。所以这个东西，健身这个东西，你要不然就是在网上看视频去参透它其中的门道，要不然就是要找一个教练，因为如果你要做
无氧的话，尤其是负重，你不找教练的话，很容易自己会受伤。但是如果你是练腹肌的话，女生可能会比较好练的。你看看视频应该还行。怎么定妆减少粉感？就是拿刷子，就是拿你看啊，就是拿这种刷子。我最近新买了一个刷子，我觉得还挺好用的。是这个，就这个。我最近新买这个刷子还挺好用的。你看它是这样啊，斜坡式的，所以你每次蘸那个散粉，你就这样去这么定。它是斜坡式的，而且并且它这个毛特别的密，它又能压死在你的这个脸上，但是它又不会就是说这个毛吧，它又没有说特别的软，因为软毛它就是取粉抓粉力会比较强，但是像这种稍微硬一点的毛，它的这个抓粉力没有那么强，所以它不会一下子蘸上很多散粉，所以它就能稍微轻薄一点定妆。你看我之前用的这个，我之前经常用的这个散粉刷，它也是稍微硬一点的，然后但是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太大了，而且它这个怎么说呢？它这个密实程度哈，它这个坡度没有就是说那么能照顾到一些比较细微的地方，但是我像脑门啊什么之类的，这个侧面都会。看看狗，认真的吗？看看狗，我在加山，这位朋友，我真服了。而且你还好意思一下打那么一长串儿。天秤座怎么样？天秤座风象星座挺好的吧都，因为我也是风象星座啊，风象星座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休息的时候喜欢做什么？收纳、扔东西、打扫房间、收拾行李、收拾化妆品、洗刷子，然后好像就没了。经常梦到我是什么原理？是因为你白天经常想我，所以你才会梦到我。小基数怎么瘦啊？你都已经是小基数了，你就别瘦了呗，没必要，我觉得。小基数已经可以开始塑形了，就没必要再减体重了。因为小基数，如果你看起来觉得自己还是没到达你满意的那个阶段，是证明形状的问题。其实那时候已经不需要减重了，你是要把自己的形状练好，练得更紧致一点，这样看起来可能会更是你想要的样子，就不能减重了。平时吃什么水果？黑莓、草莓、红提、车厘子，大概就这些吧。
T 人跟 F 人有什么区别啊？我真不了解，说实话。就所以是 F 人是随心，但 T 人是逻辑性很强吗？演小品什么感受啊？不知道。我觉得演员这个路吧，我以前走过，但是它跟小品演员真的不太一样，他们的重点不一样。我觉得演员是非常生活化的去表达你想要的，给观众传达的台词和行动，但是稍微要就是美化一点，你不能完全的生活化，那样的话就不太行。但是小品不是，因为小品它的侧重点其实主要是让大家开心嘛，所以有点不太一样，说实话。小品演员这一条路吧，我还没有琢磨到，我还没有琢磨到其中的这个精髓啊，没琢磨到。想要绿色演出服，其实说实话啊，就是我也不是说老穿黑白色或者是怎么样，是因为有的是有需求的，人家提了需求，所以我就只能穿这个类型的衣服。就大家都穿了黑白，然后你穿一个红色，感觉你这辈子没上过台一样。就也不能这么说啊，就是人家给你提了需求，但是你非得按照反着来，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别人在后面怎么蛐蛐你啊，对吧？但像音乐节那种会尽量就是多一些不一样的色彩。然后巡演的话，它是需要根据每一首歌，因为我们是一趴一趴来的嘛，它需要根据每一首歌。如果我这首歌穿绿色的，它可能只适合一首，那我下面怎么办？它需要兼容一点。完了，我手肿了，戒指摘不下来了。啊！完了，法令纹卡粉怎么办啊？你要做好保湿，然后你遮的位置要精准，就是你不能一下子遮一片，那样肯定会卡的。然后还有就是你质地最好是选遮瑕液，遮瑕液会比遮瑕膏更轻薄一点，但是一定要选8脸的，就是你不能过分，就是你不能因为说啊我法令纹卡纹肯定是因为我太干了，那我就选润一点的遮瑕吧，然后你就会发现它不扒脸，就是你涂完了以后，它一会儿它就可能要不然就掉到这儿，要不然就花到那儿了，就全晕了，你就遮了跟没遮一样，所以你就必须得选扒脸一点的。锐评一下金牛座啊，其实说实话啊，我离金牛座比较近，我没有就是说特别想锐评金牛座，因为就是我这个人他不是特别像双子座，因为我是5月份的双子，所以在有一些方面会比较偏金牛，一些啊，某些，就例如倔、轴，就是可能这方面。怎么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我觉得其实就是，如果你是没有就是比如说上镜需求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你就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就行了。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就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的风格。
但是像我的话，我就不行，我喜欢的风格可能就没有那么适合我，我就必须要打扮成大家可能会喜欢的样子。评价处女座啊，我该怎么说呢？是这样的，处女座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因为我上升是处女座。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某一部分比较细节的部分，我可能有点像处女座。不是，咱们就是刷后面有人的这位朋友，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想请问你，你有没有意思啊？你该不会觉得你自己很幽默吧？你知道我怕鬼，你还在这里搞这个东西。我这现在是开始星座大开会了吗，朋友们？其实我对星座也并不是说那么了解哈，没有那么了解。北方开巡演啊，怎么说呢？其实也不是说不想开，是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做了好几场巡演了嘛。那其实有非常多人都是在南方的，所以那确实就是北方的这个巡演市场，我可能我还要再混一混，我还要再混一混，可能才能就是有比较好的成绩。因为就是大家老建议我开这里开那里，其实我该想的我都会想。为什么选择这个城市，为什么选择这个场馆，其实它都是会有一定道理的。我不是不动脑子做事的人。请什么？末日来临，请数群选择你12星座的专属牢笼。有没有人看过这个？这真的很有意思。我每一次刷的我都不会刷过去，我要看看我那个星座到底是什么牢笼。但他总给双子座不好的。我过年已经也会收到压岁钱，但是收到的都要给出去，给的比收的多。最近有没有看什么电视剧？最近有没有看？没什么时间看。早上起不来好痛苦，早起都会痛苦的，朋友们。看看戒指，我已经摘了，而且这是品牌戒的，这有什么可看的？
有没有什么拍照小技巧？我也不知道哎，我就随便拍。我感觉我的自拍怎么说呢，还行吧，就随便拍，找角度，哪个角度好看拍哪个角度呗。欧欧特的，上面是演出服，下面是睡裤，没什么可展示的了。要睡着了就快去睡觉啊，别在这熬着了。你可以明天看回放。26年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专辑，因为就是现在我一直其实都在就是收一些歌曲，然后制作一些歌曲，但是就是我感觉现在的发给我的这个质量，我觉得不是很满意，所以我可能真的会就是觉得我满意的歌曲我才会发。因为其实上一首专辑说实话就是那真的是好久才传出来的，因为让我满意的话非常的难。但是现在我又多了一条，就是我也想让大众能听喜欢，那它其实还是又多加了一个更难的一个条件，所以我觉得可能又变得更难了。展示啥睡裤啊？就睡裤嘛，能看吗？能看吗？看看睡裤，啥都要看，啥都要看，留点隐私吧，给孩子。哎呀，二踢脚啥时候更新啊？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吧，太有自己的性格跟风格了，不可控，我只能说。直播化妆啊，直播化妆应该不知道哎，我感觉直播化妆你们会觉得很无聊吧？而且我还要一心二用，一边化妆，然后一边聊天，一边看评论，然后一边想自己教的对不对。后背长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后背从来不长痘，是不是得抹点酸类的呀？酸类产品，水杨酸，但会不会太刺激啊？我不知道哎。化完妆脸痒很正常，因为你的毛孔就是不怎么呼吸了嘛，所以它可能会确实会痒。头发怎么护理啊？我之前直播讲过的，就是少洗头，然后涂发膜，定期做头发护理。我比较少吃蛋挞，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吃甜的。高颅顶怎么弄啊？我不会弄高颅顶，就是我自己平时啊，你看我这个头，就是我自己平时我是不会做头发的，我的头发都是发型师做，所以我自己平时洗完头以后就是吹干加直，没有太多的工序了，我不会弄高颅顶。我什么时候透露了？我没有，我只是想放，我只是就是随机随到了这首歌，不是故意的。薯条啊，薯条其实喜欢吃的，
我赶紧把这个耳钉摘下来吧。我如果不给它摘下来的话，我估计你得刷一晚上。其实真的不重，但是我心疼你的手指头，你要一直刷屏，你不累吗？怎么让口红涂起来更饱满？用唇线笔呀。我买了不太一样颜色唇线笔，就是根据口红的颜色去挑选唇线笔。什么时候去睡觉？我也想睡觉，但是我还有工作。有一个人问说巡演可以多一点彩色裙子吗？有没有人可以帮我回答一下？上课不认真听讲，biang。我已经说过了，我不能分享隐形眼镜，我不能分享，因为这个是见仁见智，千人千面。万一我推荐了你眼睛戴着不舒服，那要怎么办呢？喜欢吃火龙果吗？我不能说喜欢，但也不能说讨厌嘛。我觉得它就应该是一个中间的这么一个。黑鸭宝确实是我吃过最辣的，就是那种感觉不太像是真辣椒的辣哎。一半不会有录音室版本，就只有现场的版本。你养了个兔子，让我给它取个名儿是吧？什么名字呢？它是什么颜色的啊？它是兔子，你给它取名，你叫它有反应吗？我不知道哎，我对兔子不是很了解。我怕蟑螂，但就是不是说那种怕虫子，怕我最害怕那种虫子的那种怕，是就是有点不喜欢，但是没有到那种要。有什么抓马的事情吗？我这个人是一个淡人，说实话，就是对于我来说，什么事情都不太抓马，就是在我这里都是可以略过的状态。我喜欢不做头发，因为这样最省时间。我这个岁数是肯定要给别人包红包的了，朋友们。只为多少？这我不知道哎。这有换头像的打算吗？我真的不怎么爱换头像，就其实说白了就是懒。你说我要去剪短头发吗？我不知道你的脸型什么样哎，你的脸型适合剪短头发吗？安利沐浴露。我其实没有什么安利的沐浴露哎，因为我不追求香，我只追求功能性。
每个月怎么缓解不舒服？我还行哎，我不疼，所以其实我没办法给你帮助，我只能告诉你多喝热水。怎么遮泪沟啊？遮泪沟其实你得需要找精准一点的刷子，因为泪沟它其实是小面积的一个阴暗面，所以你必须得用稍微比你自己皮肤亮一点的色号，其实跟遮法令纹是一个道理的，非常精准的给它遮上。更喜欢狗啊，您更喜欢狗啊？我当然不是说我不喜欢猫啊，就是我都喜欢。但是如果非让我选的话，我可能会喜欢狗。因为我觉得猫太冷漠了，我本身就很冷漠了，我本身就是一个淡人了，然后猫就是跟我一样冷漠，我就是可能不太行，我觉得我需要就是热情点小狗，那种每天黏着你，就等着你天天遛它，然后你就很开心，然后围着你转，一叫就叫过来，多可爱呀！但是猫就是属于那种我想过来找你就过来找你，像我这种我可能就不太 OK， 但是也得养猫，就是也喜欢。它就可爱的时候也是很可爱的，但一般不理你，然后还会冲过来咬你一口。宵夜呀，宵夜，宵夜。但我们都不在一个城市啊，我在这给你推荐什么呢？今晚发朋友圈用什么文啊？你要发什么内容呢？为什么你们都不自己想朋友圈文案？那是你们的朋友圈，为什么让我想啊？没有工作的时候喜欢熬夜吗？你要说我绝对没有工作的话，他又不太可能绝对没有工作，他总是会有一些，就算你不需要每天跑行程，但是你在家里也会有工作，是这样的。我在家里还是有挺多工作的。怎么找到172？多吃牛肉。我没有吃过活珠子哎，我没有吃过，但我看别人吃，怎么说呢？就看着他们吃挺好吃的，但是我又不敢尝试。我刚说我不会在北方办巡演，你这不就让我在北京办啊？你们是不是想让我在情人节发火？1毛钱的帽子确实有点放不下了，说实话，我真的有太多帽子了，挂的满门都是，满门。超赞！完了，我已经到了这个点儿了，我已经到了脑子里开始想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的点儿了。我之前黑鸭宝尝试过变态辣，但那真不是人吃的。说实话，我不是说能吃的不是人啊，但确实是我感觉那个辣度有点发苦了都。祝你中考顺利，这位朋友。高光用的是什么？高光用的是一个拼盘。
高光用的是一个高光拼盘，这是新买的，这还挺亮的。这个，我现在正好在化妆桌前，你知道吗？正好在化妆桌前，你们问我，我就能回答你们。喜欢吃什么啊？哎呀，这个刷的有点太快了。爱吃香辣还是酸辣？我都喜欢，我只要蘸着辣，我就觉得 OK 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云南有一些酸辣的还挺好吃的，然后包括泰餐啥之类的，我还是挺喜欢吃酸辣的。但香辣就是日常嘛。我吃过缺牙齿，但那个怎么说呢？那个吃完了会有一点胃疼，我感觉还是别吃。但喜欢吃的人你们可以吃哈。你家猫也喜欢我，这种一看就是骗小女孩的话，说实话，我已经是一名成熟女性了，这位朋友。你觉得这靠谱吗？你家猫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好的，祝你生日快乐，这位朋友。自己一个人睡觉害怕吗？这有什么可害怕的呀？你害怕呀？遮瑕，遮瑕，说实话，我那个遮瑕拼盘里面，等等我的那个年度爱用好物吧，好吗？我就不在直播里推荐了。申请什么睡库查看啊？我要下播了，你再这样，赤裸裸的威胁。说了不能看睡裤，睡裤的吗？而且这多奇怪呀！我上面穿成这样，下面穿个睡裤，那我好歹我也是一个电视机上电视的人啊！你这不行，你这不合适吧？瘦肉丸，我好像吃了牛肉丸，那应该是一个东西吧？最近音乐节还行吧，因为我不会接很多的音乐节，我一般都是会稍微看一下。下垂眼线怎么画？你可以看看我的那个新的那个教程。哎，不对，是哦，对，是新的那个教程。不对，我还没发，但是我定时了，因为过段时间就会发了。但其实我不是特别经常画下垂的，那个只是稍微有一点垂，因为我本来的眼睛就下垂，所以我不太会画下垂的。消肿大法我就不推荐了，因为有一些产品，所以就不太方便。因为我感觉其实如果没有上镜需求，就是说我今天要出去玩，必须要拍照，我觉得平时稍微泡个澡就能消肿。
今天给你头发剪太短了，你不得劲，那应该是挺不得劲的。如果理发师把我的头发剪不好了，我也不得劲。其实我某音刷到翻唱我歌的人并不多，大多数翻到的都是一些抽象视频，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剪得很炫的那些视频。其实我还挺眼熟几个号的，某音号的，就是他们剪那个视频，我觉得哇，好清楚，哇，照亮了我的眼那种感觉。而且他们调那些变速啊、滤镜啊、配乐啊，我感觉都还挺厉害、挺专业的。我经常会刷到这种视频，但翻唱的，说实话几乎没有刷到过，非常少，非常少，一个手指头都能数过来那种。但其实一般大家的视频我都会刷到，我觉得可能是大数据推送吧。霉豆腐，我好像没吃过，好像没有吃过。可以推荐一首我最近挺喜欢听那个我前一段时间翻唱的歌曲的，我感觉那个调调听着很有场景感，像那种圣诞夜的感觉，很平和，听起来。今年如果要直播的话，应该会提前预告呢。喜欢喝什么奶茶？我喜欢喝姜奶。就很多人，我上一次让你们喝姜茶，但是很多人跟我说啊，我不喜欢姜味，我不喜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喝姜茶，我巨喜欢喝姜茶，我感觉就比饮料都好喝那种。我平时你知道吗？我在家会自己泡姜茶喝。假睫毛贴真睫毛上面还是真睫毛下面？我一般会穿插在真睫毛中间贴，这个要看你睫毛的生长趋势，就是看你的睫毛密不密。如果你的睫毛特别密的话，那说实话你只能贴在上面，因为你贴在下面的话，你的睫毛又密又就是支撑力它又是往下的，你的假睫毛就挡眼睛，这个你不行，你就只能贴在上面。但是你睫毛如果比较稀疏，那你就想贴哪儿就贴哪儿，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贴假睫毛。上一部看的动画片是什么？那个什么来着？什么联盟？星球联盟还是什么联盟？什么联盟啊？哎，有没有人能看过啊？有没有人知道什么联盟啊？什么联盟啊？不是坏蛋联盟，不是坏蛋联盟，就是有关于星球的，就是一个地球的小男孩，他特别想到外星人那里去，他想让外星人把他抓走。他想让外星人把他抓走，然后那个他后来就被抓走了，然后反正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那个大反派是一个虫子。星球联盟是星球联盟吗？我不知道，我有点忘了。
但那个好好看，我真的觉得挺好看的。可能是我本身就喜欢看动画片吧，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好看。就你知道吗？我还哭了，你知道我每次看动画片都会哭，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什么毛病。就是你知道吗？我觉得最感人的地方是哪个地方？我是不是给你剧透了？这样，我是不是给你剧透了？我是不是不能剧透啊？我不能剧透吧？我能剧透吗？那我说了，你们都不关心我到底看的是什么啊，你们就只问自己想问的话。我不说了。不是地球特派员，我记得应该是4个字。我不说，你现在这个评论里还有人在说自己想说的话。好吧，我说是那个，就是这个小孩把这个在这个外星，这是什么星球啊？我不知道啊，反正一个布拉格的布格嘎，反正就是有一个特别长的名字，我根本记不住。它就是有一个星球，有一个好的星球，有一个坏的星球，但它不能说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坏，因为其实动画片里它没有那种特别真正意义上绝对的坏人，他就是属于那种在动画片里像是一个反派，但其实最后又是好的，就是反正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吧，一个特别那种明媚的星球和一个特别你知道吗暗黑的那种感觉，但是看起来非常酷，就这2个星球，然后他们这个星球的这个领袖想来这个星球当那种你知道吗执行官，就是那种类似于那种当一个这种一个角色，然后呢这个星球不同意，然后这个星球的那个领袖就急了，然后就是然后这个星球呢，他不就是抓来了那个小孩嘛，抓了那个小孩，那个小孩特别想被外星人抓走，后来他就真被外星人抓走了，就是这个好的星球抓他，然后这个星球他就把这个小孩派过去，因为这个小孩骗这个星球说他是地球领袖，然后这个派过去了之后呢，这个坏的星球他就不知道这个小孩是装的，然后这个小孩就不小心掉到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他又认识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他是一个小虫子。我跟你讲为什么感人吧，我就不讲那么多了，我怎么讲那么多啊？一直剧透的越来越多，就把整个电影都讲了。就是这个，反正就是他跟这个小朋友，就他交了这个小朋友，这小朋友是个虫子，然后他们俩就不知道反正就是误打误撞，说巴拉巴拉就到了地球。这个小虫子他就不适应，他不适应这个地球环境，他就冷，然后他差点被冻死。然后他们俩不啦，然后又回到了这个巴拉巴拉嘎什么星球，就是回到这个好的星球上面。这个时候，这个坏的星球已经把这个好的星球占领了。因为他们很强大，好的星球就很 peace 嘛，完了之后就把它给占领了，占领了之后呢，然后正好就这个小朋友和这个小虫子，他们就到了这个好的星球上面，然后这个坏的星球的这个领袖呢，然后就看到了他的这个孩子，没想到这个
他交的这个好朋友是这个坏的星球的这个领袖的孩子，看到了他以后，看到他孩子孩子奄奄一息，他就受不了了，他就崩溃了。本来以为他要大发雷霆，但是他没有，他就啪，然后他就把他的那个，你知道吗？那个盔甲全部撕烂了，然后里面是一个小虫子，就是它比较柔软嘛，因为虫子它就是那种盔甲，就是保护自己嘛，然后可以开枪，嘣嘣嘣，然后这边有大炮，什么激光，扫，然后他就吐丝，然后把他那个宝宝缠起来。哎呦，我的妈呀，可感人！你们快去看一下吧。我这跟你讲，你就真的 get 不到我的点，你知道吗？你 get 不到，你想象不到那个感人的程度。我不知道，我记得好像是4个字，我怎么记得好像就是什么星球联盟还是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你们肯定能查出来是啥。我记得是4个字，但我有点记不清楚了。对，小虫子是呲牙咧嘴的，就是哇，好多牙，好恐怖啊！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第一次看他那个第一幕的时候，我就妈呀，吓死我了。然后他突然收起那个牙的时候，就特别可爱。但是可能我看那个版本，它的名字不叫地球特派员，我觉得也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吧。你可能也说的是对的。你有人看过吗？有没有人看过啊？真的很好看，根本没在听。你认真的吗？那我就叽里呱啦说一大堆。你们真的要去看一下，真的很好看。你们还有什么动画片可以推荐给我？我正好过年可以看啊，好开心！好开心！环游记我肯定看过啊，这么经典的动画片怎么可能没看过？就是你们说过的，我其实就目前为止都看过。海肠捞饭我吃过，但是我只喜欢吃海肠，我不喜欢吃米饭。哦，欢乐好声音我也都看过。无敌破坏王看过，这个也很好看。我再给大家直播一会儿，大概到1点半的样子，然后我还要录其他的东西，还有一些工作，好吗？大家可以再问我一些问题，我就要结束啦。哦，你们才录完？平时不太用香水，用的少。应该最近不会出微综了，因为就是还是要，如果要做的话，还是要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吧。但现在最近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事情。
祝你面试顺利啦，这位朋友。中庭长怎么画？首先先从鼻子开始，你就不能打这种从眉毛到这儿的阴影，你一定要从这儿开始打，然后就是打一些横截的这种腮红，这里打腮红，然后这里打腮红，中庭就不会长了。然后你的高光点也得注意，你的高光点要稍微往上移，鼻子尖，然后这里稍微压暗一点。看了看2了已经，那都多久以前的了？可出了一两个月了。推荐一个颜色啊，其实，我觉得莓果色啊这种挺好看的，比较显白，就有点像树莓的那种颜色。不是黑莓，是树莓，或者要不然就那种有质感的巧克力色。牛奶巧克力的颜色。我平时会看电影啊，那看动画片偏多一点。僵尸新娘看过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在厦门逛一逛，我看时间吧。哄你睡觉，我现在已经快困死了，我估计哄着哄着你我就睡了，感觉说话变成熟了，因为我已经快30了，朋友们。因为大家其实有很多人都是从我22左右开始喜欢我的，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还是那个时段的我，但其实我已经快30了。漂亮。其实我不知道，我就是每一次分享美妆知识，大家愿不愿意看？因为我总觉得就是我好像来到了我的这种，你知道吗？专业区，我就容易说话没什么意思，然后就是感觉像你知道吗？就像听天书的那种感觉。如果不会化妆的人，就说啊，怎么了啊？什么呀？我就很害怕。出一期穿搭啊，我最近的重点会放在美妆上面。因为我发现发美妆类的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看，然后也确实也能会让大家学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因为我觉得就是像这种变漂亮的方法，我其实特别想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就是其实所有的人都想以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面貌去
见平时自己喜欢的人啊，或者是家人啊，或者是哪怕是同事，我觉得大家都是想以更好的面貌去面对别人。所以我觉得有的这种美妆小技巧还真的是很多不会化妆的人不知道的，但是他可能他一学，他可能就立马能有一个美妆上面的飞跃，然后歘一下子就变好看。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没有美甲的打算，不可以帮你写作业。护手霜就是保湿的，没有特别推荐的，因为我不喜欢特别香的护手霜。我也其实特别好奇，你说发际线这个东西它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我总有一些长不长的毛啊？就是这个头发啊，它从小就这么长。那你说我为什么其他的毛囊能长这么长，但是我这里的毛囊就只能永远都是这么长？这是为什么？这什么原理啊？我知道这叫胎毛刘海，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原理。其实说实话，我还真的挺想去看演唱会的，但是感觉专门去一下又，因为我之前其实本来不是有一次差点看一场演唱会，差点看成一场演唱会嘛，这个给自己说急眼。但是那个演唱会取消了，因为正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有活动，然后我又特别想看来着，我还买了小鲨鱼，但他们好像又在上海要开了，所以我一直在纠结，但是我又就是专门要去上海，我感觉有点那啥了。一晚上不理你，你说啥了？我没理你啊。雪纳瑞这个小狗品种喜欢吗？只要是小狗，其实都其实都可爱，对于我来讲都很可爱。雪纳瑞睫毛很长，真的很可爱。就是老老的又可爱，谁懂啊？很矛盾，但是又很可爱。但比格太闹了，可能我养不了，整不了。比格不太行，邪恶比格，这我可不敢，我害怕，我怕我无法驾驭它。我喜欢听话的小狗。舞台道具几乎都是会是我自己的创意。给我一种超能力，我会选择什么？
治愈能力吧。我怎么感觉我回答过这个问题啊？我是回答过吧？就可以让别人那种起死回生。朋友们，还有最后2分钟哦，大家可以问一点有意思的问题，不要再问一些有的没的了。我布置翻跳挑战，你们有挑战的吗？非常少人挑战，可以说是你们都说难，说学不会，哎呀太难了太难了。你说这个简单，这一点都不简单。我布置了有什么意义啊？根本就没有人翻跳啊！每一次都是那几个人翻跳，就几乎都是那几个会跳舞的跳。我这是布置给人家的任务吧？是布置给你们的任务吗？精准狙击那几个会跳舞的人。什么发了1个半小时了？你说你这人，你说我一晚上没理你，但是我不用重复一下你的问题，完了之后你又说你发了1个半小时了，你但凡带一下你的问题呢？因为说实话，就是大家如果打好多行字的话，其实我是看不到的，因为一下打好多行字，你就会把别人的问题全都给刷走，所以我其实看不到，看不清，所以大家可以一句一句的打，就是你打的越多，我越看不清楚，因为他直接就刷过去了。我的歌很高，唱不上去，我有没有种可能我说的是翻跳挑战？这跟唱歌有什么关系？你别给自己找借口了。我其实会，就是因为每一次我倒不会有阶段反应，但是我其实还是挺期待下一次的来临，因为其实巡演的舞台，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我可以做自己，然后并且做我想要的效果和我想要的舞台，然后并且唱我自己想唱的歌。我觉得其实这个，巡演它很像我的一个梦中的一个城市，就是我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任何的事情，并且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由我掌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我很喜欢的地方。我最后再回答5个问题，然后我就下了哈。看演唱会还是框架清楚还是隐形眼镜清楚啊？说实话，我看演唱会的经历比较少，我好像没有戴过框架眼镜去看演唱会，我一般都戴的隐形。好专业的问题啊！有没有什么喜欢吃的零食啊？鸡胸肉干啊，还有那个乌梅条，我也很喜欢吃。然后牛脆脆，就这种类型。在哪个平台交作业都会被我看到，因为大数据会精准的把你们推送到我的身边。
我很少用眼线液画，因为眼线液会反光。我当然知道了，因为大家总是会包括在签名会上面也会给我定制很多萨摩耶的牌子。我又不是傻瓜，你问了一晚上这个问题，我就是在临了的时候回答你，要不我怕你难受一宿。这么显而易见，这到底有什么可问的呀？我没有心嘛，我是说我看不见，我都会看到的。你们包括把那个图片拼在一起，确实是像的，确实是像的。我回答了几个问题，我是不是回答了4个了？我选去大自然还是选去大城市？这很纠结。我喜欢看大自然的美景，但是大自然没有外卖，我不能没有外卖。我没有偷偷抹眼泪啊，我没有偷偷抹眼泪。深圳场有抖，但是还没发，会发的。好啦，朋友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啦。最后祝大家情人节快乐！你们有人是跟另一半在一起看直播吗？不知道。如果有人的话，那就祝你们长长久久啦。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吧。好啦，那我要下啦，拜拜。